大家好，我是 Mark，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啊，没有眉毛的 Mark。我们今天找来一位朋友，他其实也是一个博主啊，但是主要做航天方面的。其实有感兴趣的可以直接在油管上搜，是在油管上有吧？对，油管叫土拨鼠杂技，信札的札啊，土拨鼠杂技。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主要就是搞一些什么火箭呀、什么，哎，反正跟星球有关的吧，跟航天有关，跟航天有关的啊，大家有感兴趣可以看一下。不过咱们今天主要想让他分享一下，他是最近这1年吧，一直生活在新加坡，差不多。对啊，生活在新加坡，然后来泰国是看了看房，应该把房已经定下来了，是吧？对。啊，我主要就想让他给大家分享一下，清迈这边买房的一些什么坑啊，什么，算是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吧。因为毕竟我自己本身没买过嘛，让他帮忙分享一下。如果后边还有时间呢，可以让他再帮我们讲一下，就是在新加坡能不能躺平，那边的签证啊、物价呀等等，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先说一下，清迈这边买的房子吧，是买了2个公寓是吧？还是几个？几个就先不说了呗。原来在国内主要是做航天职业的，在22年就到了新加坡，后来呢来泰国旅游，来清迈这儿就非常喜欢清迈，所以就想将来可能要以养老签的形式在清迈这儿居住，所以就考虑想在清迈这儿买一些房子。然后这次来清迈呢，就买了点公寓。实际上在清迈这块买房的话，大家可能也能从网上查到，一般有2种情况。第一种是买别墅，第二种是买公寓。按照正常的情况来讲呢，一般的人如果完全合法的途径来买，就是只能买公寓，而且是买外国人份额的公寓啊，就那个楼房吧，对吧？对，就是那种楼房，一般在清迈这块我们一般叫做 condo， 在新加坡也叫做 condo。这个相对来讲呢，价格可能会比较高，1万到2万块钱1平米，大概是这样，而且物业费也会比较高。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买别墅。但是别墅的话，根据泰国法律的规定是不能够由外国人持有的，所以你必须得考虑一种持有的方式，比如有的人是采取这种长租，连签3个30年的租期，就是你拥有90年的产权，租使用权。然后呢，第2种方式呢是以公司的名义购买。如果要是以公司名义购买的话呢，这个公司必须是一家合资公司，而且这个合资公司里面占有51%的股份的呢，必须得是泰国人，这些都需要一些更复杂的操作。所以呢，我现在对这些关于买别墅这一块的情况呢，我还不是特别掌握，所以我还是从稳妥的角度考虑，我就是买泰国法律允许我们购买的这个公寓这一块，我是买外国人的这一个份额。那等于是这样更保险嘛，对吧？对。然后昨天听说还聊在泰国买地那是怎么操作的？这是另一种方式，这就是比较像经营性的了。因为大概在清迈这一块，它叫按照泰国的这个丈量单位叫一来地。这一来大概相当于国内的2.6亩，也就大约是1800平方米左右，1700到1800平方米。一来地大约是50万人民币。你可以呢，就是比方说几个人合在一起买1来或者2来地，比如你买2来就是3600平方米。如果我们在买下这地以后呢，可以自己当这个房地产开发商，自己在这上面建别墅。你比如300平方米一个院子，把这360个平方米，你还得有一些公共的，我就算是建10套吧，对吧？3600平方米，然后300平方米一个，然后还有一点公共面积，划成10个小别墅，然后呢，再在这个你自己再投资，在这上盖别墅，然后再装修，然后再卖。这也是一种方式，这个可能呢比较适合于这个投资可能会比较大，所以可能更适合于几个人一起来抱团的那种合资的。对哎，那你就讲一下那怎么找的？大概是跑了多少家？很复杂吗？这整个流程帮我们说一下呗。你是说咱们是来谈买别墅，还是说买公寓啊？买公寓的，别墅不是也能买吗？对啊，买公寓的话，基本上是这样子啊。那个，我跟大家说，买公寓呢，最好呢先联系一个中介，或者在网上查一下，然后呢查清迈这块的这个公寓，大概先要有一个大概的设想，我大概要一个什么价位的，或者是什么样情况的。比如我当时的设想就是，我需要我的这个小区要有
泳池，要有健身房，然后整个这个服务设施要比较好的。在这种情况下，然后我联系了一个中介，然后让中介呢帮我先筛选了一下，等于做了一个预筛选。然后我知道了一下大致的这个价格范围以后，我又到网上去查了一下，就清迈的公寓，现在有不少这个网站，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都可以查到。然后又对比了一下价格，觉得中介跟我介绍的和我网上查的差不多，所以呢，我后来就一直让那个中介带我去，然后选了几家。实际上在清迈这块呢有不少，像什么清迈1号啊，像什么 Decondo 啊，像什么 Vidicondo 啊，还有 Arise、The Base， 不少这样的公寓。看的是全是二手房还是新房也看了？我看的主要以二手房为主，然后也有新房。像新房的话，最主要的是有2个，一个是这个叫做 The Base 基地，就是那 BASE、The Base。第二个叫做 Arise。Arise。The Base 呢，大约是要到2024年6月份才能交房，现在买还属于期房。然后都是期房吧？我刚才说的这2家，我说的这2家新的，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 The Base 呢是只能看到它的这个样板间然后还有刚才说的 Arise 是另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开发的，那他的那个房子呢也是期房，只不过他要到25年8月才能交房了。将近2年还得等。对，但是呢，它是不太一样，这和付款方式待会儿咱们再谈。就是说，你如果要是比方说不是现在交房的，那你付款也可以晚，你只付一部分款把这房子定下来，最后交房的时候才结掉尾款。刚才说大概的价格就是一套吧，这边一套大概也就是30平米左右嘛，那种小康的小公寓。不，它分3种吧，基本上。第一种呢是这种叫做 studio 工作室型的，工作室或者叫开间，对，或者就是工作室就叫做开间。那以开间的这种情况呢，大约是在30平米、27平米到30米左右，都有。这是一种。第二种面积对，是室内面积。室内面积在泰国这儿买房子是不像国内这样的，还有公摊，我们就是没有公摊。这是一个事儿，这就是 studio。第二就是叫 one bedroom， 就是有一个卧室的这种房子。这个呢，一般大约是从35平米到大约40平米都有，到45平米甚至也都有。这就是一般就是有一个卧室的。然后第3种呢是有2个卧室的，那2个卧室的呢，大概从60平米到80平米都有，60到80左右。对，然后这个价格大概是15000左右一平人民币，差不多吗？16000吧，像是就是我定的这种，首先要是有泳池、有别墅，有健身房这类的，整个服务设施比较好的，大概是16000，甚至高到2万，高的有2万，15000到2万。那等于其实也不一定看你那个装修程度或者是位置，便宜点的可能有40多万人民币贵一点的可能要达到60万以上，差不多是这价格吧？就是那种小一点的嘛。你要买开间的话，实际上你都不到40万你买开间的话，30平米你可能都不到40万房其实好看其实那后边这个付款这方面呢？付款是这样的，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买新房还是买二手房？还不一样。对，如果要是买新房的话呢，应该是大概先交个5万到10万块钱定金，5万到10万泰铢，不是人民币泰铢的定金。然后呢，过大概1个月之内要再付大约30%的钱，房钱的30%，然后剩余的就60%减去你首付的那个定金，那个钱是等交房的时候再付，你付的时候就能拿房本了。付款即拿房本了。这等于是付款怎么付那个分批那个金额？不是，我的意思是想问，我没有泰铢，不给他泰铢行不行？不给他泰铢的话，实际上这是两个方式。第一种方式的话，我知道有些中介他是可以在国内，你比方说你国内不给他人民币，他给你帮着这来结算。包括有一些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就新房嘛，对于新房来讲，包括某一些房地产开发商，那也接受这种方式。但是这种方式在我看来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国内现在查这个资金比较严，
他有可能会认为你是在，比方说涉及非法洗钱或者是什么，有可能把你国内的资金冻结。所以的话呢，第二种可能呢，就是说是你从海外汇款，或者说是你在泰国开一个账户，然后你正经把钱汇过来。所以这个时候你从国外，比如说你从中国用人民币或者用美元汇到泰国的时候，就已经都变成泰铢了。所以你觉得最好还是就是按正常流程走，直接给他汇过来？对，这是守法的，这是完全守法的，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二手房呢？二手房就一手掂了呗。二手房的话就比较简单了。二手房的话，一般来讲呢，就是说你谈好了以后，比如先付个5万、10万泰铢的定金，然后商量好什么时候过户，你要用这个期间把你的钱从国内转进来，然后去买房就完了。然后我这里面是要强调一点的，就是你买新房的时候，因为你比方说你是会用人民币啊什么的，都不涉及到一个开外汇证明的问题，开发商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要买二手房的时候，就有一个开外汇证明的问题，所以你把这个外汇，不管是人民币还是美元，从海外汇过来的时候，最好的方式是你在泰国先开一个账户，然后呢，你从其他国家的这个账户，比如中国或者像我是新加坡，然后呢，以美元的形式汇到我的泰国账户上，到账的资金为美元，然后呢，泰国的银行会自动帮你转换成泰铢。这样的话，你就可以让这个银行来开一个外汇证明等于是去银行开的。对，但是我为什么强调你要到账是美元？如果你到账是人民币，那么从中国汇过来的钱的话，中间可能就要经过一道中转，比如经过了中国银行在泰国的分行进行了中转，那这个时候给你开外汇证明的银行就不是你的那个在泰国开的账户的银行，而是那个中转行的证明，就会比较麻烦。那我这次也碰上了这种情况，因为我的汇款有一笔是经过了汇丰银行的这个中转，所以的话，本来我现在就应该已经回新加坡去了，正是因为我在等这个外汇证明，所以我就多在清迈待了几天，也就能和 Mark 做这期节目了。行吧，买房其实我这么听下来，其实主要还是钱嘛，主要还是有钱嘛。我们聊点我比较感兴趣的话题啊，就是在泰国这边躺平。我原来给大家分享过，一年需要多少钱，到底需要什么手续。我现在比较好奇，那在新加坡的话是要比泰国要贵多少？我想咱们从哪儿说啊？先说这个签证这块吧。您在那边是什么签证？就是咱就说那种怎么也得待个1年左右的那种长期签证。行，没有，在新加坡的基本上签证就是包括几个，比方说有工作签，工作签应该主要就是3个 ：SP 服务签证还有 WP Work Pass 还有这个 EP 这3个。然后我呢，因为我妻子在新加坡工作，所以我就办了个依亲签证 Dependent Pass。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那种经营签啊什么的，那个投资太高，那可能都要上亿了，我就不在这里面再跟大家介绍了。就是咱们一般的情况就这样。然后还有呢，就是学签和这个陪读签，这个也是有的。就你有孩子送到新加坡来，这是可以没问题的。但是你这情况不能复制啊，就是你是相当于办的依亲签嘛，对吧？所以的话，大家可以到什么，比方领英啊什么的。如果想去新加坡的话呢，可以到领英啊什么的上面去求职去。如果人家雇佣了你的话，那你来新加坡就没问题的。这点其实这点比泰国好。泰国的话，几乎来这边的人都是花钱的，没有挣钱几乎没办法很难。那看来新加坡的话，其实可以按正常流程去申请工作。对，而且新加坡是非常欢迎高学历的年轻人的。那边待遇怎么样，知道吗？他一般入职最少可以到5000到6000新币起步吧。新币我只知道马币，新币是这样，我1比5啊，5块钱人民币换1新币，5块3毛5了，现在是5、6千，那就是大概是2、3万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对，那边像什么吃住方面？吃住的话是这样子，首先你要是住得远，可能还比较便宜；要是住的离市中心比较近的话，就会很贵。一般来讲的话，咱们要按照中等远近，比如坐地铁，新加坡的地铁是四通八达的，那按照坐地铁，你比方说1小时，
这个过程，你觉得远吗？我有点孤陋寡闻了，我以为新加坡很小呢，原来坐地铁能坐1个小时呢。那个我以为半个小时就到边界了。一小时也差不离到边界了。我就说以1小时来算吧。这种情况下，你要想住个1室的，可能大约2000新币1个月。哇，这一个月挣4、5千、5、6千，对，一半的钱交房租了。没有啊，2000新币你要挣5000到6000，你1/3，那也挺多呀。2000乘以5，1万块钱租房了。对。然后新加坡的这个地铁这类的公共交通也是比较贵的，它起步是9毛9分钱，就是1块钱，差不离5块多钱人民币起步，然后再慢慢往上加，最大大概不超过2块多钱吧，最远也不超过2块多。所以你如果要上班的话，你住的比较远，也就是来回交通费4块钱，4块钱新币。这个其实还好，3、4才120嘛，一个月顶到天了。120，那吃的方面呢？吃的话，它分几种。你要去吃餐厅的话，一般来讲比较贵，一个菜大概30新币、20新币、50新币都有。然后而且它这个是还要包括服务费，就10%的服务费在餐厅里，还有相当于是小费，然后还有8%的税，菜牌上的标价再加18%。这就是在新加坡的餐厅里，但是呢，大家一般都是去这个 Hawker Center 小贩中心去吃，那就便宜到4、5新币一顿饭啊，甚至然后做贵点的，也就是10新币一顿饭，差不多就这样。我这么感觉，那躺平还是在泰国躺吧？那当然了，你要躺平的话，肯定是在泰国躺。你要是挣钱要去新加坡，你不能够在这个新加坡躺平的啊，新加坡是躺不平的那行吧，那看来我死了这条心了。那今天我们就录到这儿吧，时间也不短了。我们最后再谢一下土拨鼠札记啊，也没有，也谢谢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有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关于航天方面的，全是一些航天方面比较硬核的知识啊。那今天就到这儿，然后谢谢大家，麻烦大家订阅、点赞、分享，再见，拜拜。